从今年6月开始，边境的紧张局势一直持续至今。而在经过这么久的对峙后，印度国内的一些专家开始对边境局势有了一些清醒的认知。印度专家阿斯塔纳表示，印度在以某种方式神奇地变得无敌的幻想下，渴望发动一场战争。但是事实上，印度不能在军事上击败任何一个国家。阿斯塔纳指出，一方面，印度与明确的对手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相比，其军事和战略目标不清楚；而另一方面，印度军方和媒体的言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匹配。但是让人震惊的是，即使印度明知打不过中国，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挑衅举动，最近甚至还直接找起了同伙合谋对付中国。据多维新闻最新报道称，日前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抵达韩国，开始进行军事访问。资料显示，这是印度陆军参谋长首次访问韩国。在边境紧张时刻，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样的一场国事访问背后的真正用心。事实也证明了这样的猜测。消息透露，在出访期间，印韩军方高层会谈重点是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战略和防务合作。更为险恶的是，两国在中国敏感海域问题上声称达成了一致。对于印度而言，在当前中印关系发生持续冲突的背景下，印度通过与韩国建立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可以增强自身对抗中国的资本和底气。印度拉拢这一亚洲小国的目的显而易见。而对于韩国而言，其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日益崛起的军事实力以及海上通信线路的安全，似乎也想在地区局势中占有一席之地，分得一杯羹。不过许多过往的经验表明，在大国竞争间硬要横插一脚，争做跳梁小丑，其最后的结局也必然是得不偿失。不得不说，印度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不齿，而印度拉拢韩国实质上并不能在边境问题上发挥多大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印度这样不遗余力地与中国对抗的结局，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俄罗斯似乎已经在这场中印对峙中做出了选择。据消息称，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时刻，俄罗斯已经取消了20年来的印俄首脑会议，这一举动被外界看作是俄罗斯力挺中国、与印度脱离接触的标志。这对于国内70%的武器都从俄罗斯进口的印度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总而言之，国与国的军事合作应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但是像印度这样偏要搅起波澜，其后果只会是溅自己一身脏水。近日，东风17导弹最新版本被披露出来，印度媒体瞬间就汗毛耸立。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近日发布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已经升级了其高超音速导弹系统。从最新的图片上看，这是一种新型的运输疏离发射器，这样将会使东风17减低被敌对监视系统检测的可能性，这将会给敌对势力造成重大威胁。高超音速导弹如今只有中俄两国正式装备，美国虽然叫嚣的十分开心，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正式列装。但是即便这样，中国依然需要不断的研制更新更先进的导弹，东风17自然也是不断升级，所以中国在早已研制完成并且列装的情况下，自然从来不会原地踏步，研制更好用以及更先进的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却让印度人对此十分紧张，毕竟中国过于强大，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当然中国也不需要考虑印度的感受。而这回被曝光出来的导弹，据说就是东风17的升级版本，最早是在庆祝火箭军成立5周年的视频中被暴露出来，当时就有不少分析人士或者观察人士纷纷开展对其研究，想要从各方面来论证这到底是中国的哪一种导弹。不过从视频中并不能清楚明了地看出这辆转运架发射器有明显的标志是东风17，但是因为视频有透露，这是早在2019年的国庆阅兵中就已经首次亮相过的装备，于是这也成为了如何确定这是什么导弹的侧面证据。比如有军事观察员在 Eastday 网站上表示，这就是中国最先进武器之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的升级版，但是究竟是不是还是有待考察的。那么回到正题，如果真的是东风17的最新版本，它究竟升级在哪里呢？我们从2019年的国庆阅兵图片中可以看出来，东风17在行驶过程中整个导弹都是背在背上的，没有任何掩盖物，但是从最新的视频截图中完全可以看出，这台转运架发射器顶部全部都被掩盖住了，只留下了一个小尖尖的小脑袋。对此，军事专家宋忠平就表示，掩盖导弹可以有效地帮助导弹掩饰自己，并且使导弹可以避免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也就是说，或者不能达到什么强大的隐身效果，但是相比之前的旧版，新版绝对增强了抵抗敌人监视系统的检测，以及从空中而来的打击中生存能力。另外还有分析人士表示，完全伪装的转运架发射器会非常难以被敌对空中或卫星侦察探测，并且由于公路机动性和复杂性，被保护在内的导弹完全不会被恶劣的天气条件或者复杂的战场
场所影响，这就让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完全发挥其最大威力。作为我国除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之外最不易被拦截的导弹，不仅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射程更是在1800公里至2500公里左右，在不具任何外在条件的情况下，威胁性就更让印度哇哇大叫。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发酵，不少学者猜测，人类可能正在进入人类历史上最灾难性和最致命的时期之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将面临一段可能至少持续10年的坎坷日子，而且这种不确定感一直在不断的积累。而印度国防研究部的最新报道似乎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可能性。据印度国防研究部最新报道称，在日前举办的一场2021年印度和世界面临的挑战研讨会上，印度专家表示，如果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印度将能够在可用的物质资源和军事力量基础上做出反应。同时，关于战争可能涉及的另一方，印度媒体也给出了答案。报道称，印度国防和外交专家阿比吉特·艾尔米特拉先生说，中国有可能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胜利最终属于印度。为此，报道给出了一些解释，其认为，尽管目前印度在边境面临着双线作战压力，但是如果巴基斯坦、中国同时与印度爆发冲突，中国会基于减少自己损失的考量而选择不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样的原因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印度仍然自信满满地将其作为理由之一。接下来，印度还谈到中国正在复制世界各地的各种技术，其产品质量不好，因此中国的武器和飞机将在战争中持续多久是个大大的问号，这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世界有目共睹。在空军上，英国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曾表示，中国在飞机制造以及空军发展上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而在海军上，中国军舰近来下饺子般的神速让世界为之惊叹。那么又何来中国武器产品质量不好这一说？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类似的报道一直以来都存在在印度各大新闻板块中。以前在中国还没发展起来之前，印度这样的造谣或许还能欺骗到一些人，但是如今不一样了，中国的实力世界有目共睹，风向已经变了。印度网友的反应就足足说明了一切。有人表示，只有笨蛋才会相信印度媒体的报道。从1947年开始，印度媒体就一直在忽悠本国民众。从印度媒体的报道，你会误认为中国在闹洪灾、俄腐遍地、能源电力短缺呢。甚至还有人直言，中国都能成功登月并取样返回了，这是何等的成就！反华喷子就是不愿相信，这次中国用实力征服了印度网友。中东素有世界的火药桶之称，直到现在依然是动荡冲突的热点地区。一方面，地区性大国在这里奋力角逐，如北部的土耳其、东部的伊朗、南部的沙特阿拉伯以及西部的埃及，4个国家将中东围成了一个圈，而圈中又有各个小国之间的冲突。2014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就刚好在这个圈中。而另一方面，外部大国势力的直接干涉，让这一原本就十分复杂的地区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其中2大对立势力分别是美国、俄罗斯。可以看出，中东局势发展到现在依然是一团迷雾，各方势力在这里纠缠。而反过来说，这样的迷雾一定程度上也为一些不为人知的行动提供了掩护。目前，越南网站就报道了一个关于土耳其的惊喜事实。报道称，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使美国相信他们是西方世界的盟友，并正在利用其良好的地理位置成为美国对付俄罗斯的隔离墙。但是，一些事实或在证明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其将面临一残酷打击。报道指出，土耳其的现实目标恰恰相反，它是与俄罗斯、伊朗合作以减少美国的影响力。这又从何说起呢？一方面，近期的中东局势显现了这样的苗头。最近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地中海以及高加索地区的冲突，都旨在将这些地区分为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土耳其意图与俄罗斯联合，共同分裂叙利亚北部地区，从而消灭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俄罗斯近年来的合作越来越转向建立相互依存关系的领域，建筑、旅游、纺织品和蔬菜不再是定义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伙伴关系已经转移能够建立长期相互依赖关系的战略性行业。从管道项目到建设核电站，再到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其中土耳其购买 S-400这一问题直接是给美军带来了沉重一击。
不仅是像表面上美国宣称的那样，会威胁到北约国家安全，更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因为一旦 S-400 交易完成，预计俄罗斯将会在土耳其武器市场上占据供应商市场份额的13%以上，这也将直接导致土耳其寻求外交政策和安全自治的事实，实际上可能导致对俄罗斯的更大依赖。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美国被俄罗斯、土耳其欺骗了好久，而土耳其渐渐向俄罗斯靠拢，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